被世人尊称为谋圣，道号鬼谷子的人，有人说他是以天下为旗，众生为子，左手执白，右手执黑，以其弟子出将入相，左右列国存亡，推动了华夏一统的历史走向。鬼谷子又名百合策，相传是战国中期纵横家鼻祖鬼谷子的2大著作之一，最早见于明朝嘉靖乙乙抄本，据传自汉武帝至明嘉靖的1600多年中，一直是被列为禁书的。那他的书里到底说了什么内容，被古代的帝王视为禁忌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一读这本现存的鬼谷子第一篇百合。百合者，道之大化，水之变也。由此言之，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可。可以说人，可以说家，可以说国，可以说天下。这个百合之道，就是成事谋略、谈判技巧、揣摩他人心理的方法。可以从他的2个学生苏秦和张仪就能够看出来。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苏秦游说6国合纵抗秦，一人身兼6国的相印；张仪又凭3寸不烂之舌游说各国，合纵不如连横，破解6国盟约，这便是纵横捭阖的来历。鬼谷子告诉我们，只要你掌握了捭阖术，无论你是口舌笨拙、思维缓慢，还是思维敏捷、聪明伶俐，都不仅可以说服家人朋友、领导同事，甚至你可以靠一张口舌说服整个天下。那捭阖术到底有没有那么牛呢？鬼谷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智用于众人，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于众人，之所不能。浅谋于无形，常胜于不争不费。大概的意思是呢，真正的智谋是在别人不知不觉中去运用的，去做别人意想不到而又无法做到的事情。表面上面不露声色，在不争不战不费力中来取胜。鬼谷子的开篇，百合，百是开启打开的意思，合关闭闭合的意思。自古至今，历史上的圣人为什么能称为圣人，成为众人的先贤导师？那是因为圣人他能够观察阴阳2类现象的变化，来对事物做出判断，进一步了解了事物或存或亡的途径，来计算和推测事物的发展过程，透析人们的思想变化规律，揭示事物变化的征兆，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，才能够做到张弛有度。开启和闭藏是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体现，捭阖术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做到恰到好处的开启和闭藏。这也是为什么苏秦宁可自虐般的追刺股，也要苦读领悟鬼谷子的这本书。他知道只有读懂这本书的内容，才可以改变他的人生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，苏秦彻底领悟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之后，凭借里面的智慧，提出了合纵6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，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，从一个穷苦潦倒的普通人一跃成为兼配6国相印的从约长，一时风光无限。那这个世间有贤良的人，不孝的人，有聪明的人，有愚笨的人，有的人勇敢，有的人懦弱，有的人仁厚，有的人讲义气。总之啊，人和人是形形色色，差异很大的。鬼谷子告诉我们，学会捭阖术都是可以操控这些的，乃可捭，乃可合，乃可进，乃可退，乃可见，乃可贵，无谓以目之。看到这个目字，是不是觉得很现实残酷呢？对，就像牧羊一样操控他人，用捭阖、进退、贵贱等方法来引导他，让他自然而然产生自愿自发的后续行动，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预测。这也正是历来被一些人所不齿的，认为里面是阴暗下三滥的招数。那么我们该不该学鬼谷子里面的内容呢？下一集我们再来阅读领悟一番。